娘，喝药。娘，听说天下第一古琴师要收关门弟子了，我想报名，只是这学费要10万两银子，不知娘可否给我？燕儿，这些你拿去吧。怎么才这么点儿？这些是我所有的积蓄。你到底是没钱还是不想给我？当初婉姐给你的陪嫁，可是全京城数1数2的。娘，你就我一个女儿，你都要死了，还不肯把银子给我？你是要带进坟墓里吗？这些年，因为取得靖王的青睐，学习各项技能，平日里和京城的贵女们攀关系，那样不是要花钱，这些钱全都是我补贴给你的。那还不是当初你不肯为我和靖王亲旨赐婚？我为你向太后求旨了，可是靖王心有所属，他誓死不娶啊！你还敢丧他！我是侯府嫡女，有才貌双全，你若是为我求婚，他怎么可能不娶？燕儿，我可是你娘啊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银子呢？银子在哪里？你若是再不肯给我，我就杀了你！我为你倾尽所有，你竟然想要弑母！让你给我点银子你都不给，像你这种人根本不配做我母亲，你去死吧！住手！苏清然，你这个卑贱庶女，你给我滚开！夫人，你快跑！想不到从小宠爱的亲生女儿害我心苦，从没被我放在眼里的树，竟拼死护我。你一条贱命还敢拦我，我就让你一起死！竟然！母亲，轮到你了。忘恩负义的白眼狼，你也休想动我！我不是死了吗？母亲，除了靖王，我谁也不嫁。你快去求太后请旨赐婚，否则女儿就一头撞死在你面前。我重生了，重生到苏云烟为了靖王闹着要自杀的时候。上一世我处处为他谋划，为了他跪求太后赐婚，可只因靖王不愿娶妻，没能求到太后一旨，他便对我怀恨在心，不惜弑母。这一世我绝不会重蹈覆辙。你也配！我绝不会重蹈覆辙。你也配！我是侯府嫡女，我怎么不配？侯府嫡女，靖王乃我大燕战神，太后最宠爱的小儿子，才刚发达，皇子贵重，文武双全，你连论语都背不完，你还非他不嫁，你不配！母亲，你平时是最宠爱我的，今日怎么像变了个人似的？我前世对你百般疼爱，和你恩将仇报，对我痛下杀手，这辈子我绝不会再惯着。母亲，女儿别无所求，只求嫁给靖王，成为他的靖王妃。靖王是不会娶你的，我也不会向太后请旨。若你真的喜欢靖王，
那就自己凭本事吧。母亲，夫人，药来了。上辈子竟没发现，我这千娇百宠的女儿早就对我如此嫌弃。没别的事，你滚吧！死女人，早点憋死算了。哼！对了，静然呢？您问的是二小姐。她住在翠微苑。翠微苑，那不是下人住的地方吗？我记得前世这个时候，竟然因为偷了府里的东西，被打得很惨。以她的品性，怎会做出偷窃之事？不行，我得去看看。站住！怀里藏的什么东西啊？没什么。给我看看！给我看看啊！好你个贱蹄子！竟敢偷府中的药！我没有偷，这是我做香火攒钱给母亲买的药。还敢狡辩！你个臭奴才！我打死你！刘嬷嬷，我真的没有偷。哎呦，还不承认？他可是你的嘴硬，还是我的辫子硬！我打死你个小浪蹄子！让我给逮住了啊！打死你！握手！夫人。夫人，这贱婢胆大包天，竟敢偷府中的药材，老奴这才教训他。好大胆的奴才！竟然乃我侯府千金，你一口一个贱婢，还对他滥用私刑。红玉，张嘴！哎呀，不要！哎呀，不要！哎呀！竟然，我问你，你拿这些药做什么呀？这药是为我准备的。都死了。我的亲女儿对我百般嫌弃，而被我忽视的竟然却一直默默为我熬药。哎呀，不要打了，不要打了，夫人，你可千万不要被他骗了呀！他贯偷成性啊！贯偷成性。来人呐！刘嬷嬷诬告主子以下犯上，给我杖责50大板！哎呀，不要啊，夫人，你这是要打死老奴吗？老奴可是老夫人派给云烟小姐的乳母啊！那苏清然，她不过是个卑微的庶女，你这样责罚老奴，如何跟老夫人和云烟小姐交代呀？我身为侯府主人，处置一个下人，何须向他人交代？拖出去打！是。哎呀，夫人，饶命啊，夫人！夫人，饶命啊！打！哎呀，不要啊！住手！你们给我住手！母亲，是我让刘嬷嬷教训苏清然的，我不许你打她。你说什么？苏清然手脚从来都不干净，经常偷窃府里的东西。我是怕她玷污了侯府的名声，所以才让刘嬷嬷打她的。上一世，苏云烟也是如现在这般，在我面前肆意诋毁亲人，而我因为偏宠亲生女儿，竟信了他，对清然之前厌恶疏远，从未想过去查验苏云烟话中真伪。如今看来，当真是我眼盲心瞎。你胡说！我从未偷过府上的东西，是您污蔑我。
你还敢狡辩？今天我非打死你！竟然可是你亲妹妹，当着我的面你还敢动手，没良心的东西！给我继续打！不许打！不许打！让开！我不要！秦冉，你要么相信我，打死苏清然这个小偷，要么打死我和刘嬷嬷。有云烟小姐保我，以我对夫人的了解，铁定不会动我。好，那就打死你和刘嬷嬷！给我继续打！就打死你和刘嬷嬷！给我打！我是侯府第一小姐，你们敢打我？都愣着干什么呀？打呀！别打！要打了！夫人饶命啊！刘嬷嬷，今日你们都给我看清楚，以下犯上就是这个下场。以后谁再敢对清然不敬，家法处置。是。母亲是如何教导你的？不约束自己言行，私德有亏，如何当得起侯府千金？母亲，苏清然屡教不改，你一定要重罚他。以前是我偏听偏信，误会了清然，这孩子却还为我着想，终究是我亏欠了他。以前是母亲对不起你，以后我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。母亲，来，让母亲给你上药。上一世，我进宫请太后赐婚，靖王说起他钟情的女子，颈上有一个梅花胎记，那女子对他有救命之恩，只是多年苦寻无果。难道那个女子是清然？清然，你以前是否救过一名年轻的男子？女儿自学医术，救过许多人，不知道您说的是哪一个？看来是清然没错了。靖王风光霁月，文武双全，为人又深情专一，诗书良古。是宋氏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你好大的胆子！为了这个区区庶女，你把刘嬷嬷打成重伤，还对嫣儿动手。嫣儿可是我侯府嫡女，你仗着自己是侯府主母，肆意妄为，简直不把我这婆母放在眼里。母亲，夫君英年早逝，只留下了嫣儿和清然这2个女儿。云烟唆使下人陷害庶妹，若此事传扬出去，岂不是让别人笑话我们侯府没有规矩？自古嫡庶有别，一个卑贱庶女，怎可与我侯府嫡女相提并论？祖母，母亲如今偏袒苏清然，心里哪还有我这个嫡女？就算我以死相逼，她都不愿进宫替我请旨赐婚。嫣儿心仪靖王已久，你竟不愿为他争取？明日太后在宫中设宴，你去向太后求旨，为嫣儿与靖王赐婚。他和靖王？嫣儿身为侯府嫡女，与靖王乃是天作之合，除了他，谁还能担得起靖王妃之名？如今我已知晓，清然是靖王心仪之人，需要先安排好他的婚事，我才能心无旁骛地收拾云烟和婆母，肃清整个侯府。好，母亲，明日我就进宫向太后请旨赐婚。只是这赐婚对象不能如你们所愿。
来来来，这料子是新做的，你这首饰真不错，新的料子真好看。改日我们一起去啊。哟，侯夫人，太后设宴，你居然带个庶女前来？是啊，谁不知今日太后是为靖王选妃？我们都是带着自家的嫡女，你这庶女是想争靖王妃之位？清然虽是庶女，但却知书达理，娴雅端庄，不输给你们任何一个人。只怕这庶女万一在殿前失仪，得罪了太后，反而会连累你永安侯府啊！那就不劳你操心了。走。太后娘娘驾到！给太后娘娘请安。免礼，都入座吧。谢太后娘娘。哀家今日定要为义臣寻一位靖王妃，去把靖王请来。是。不错，都是悉心教导出来的京都贵女。今天哀家高兴，也想看看各家的女儿都有何才艺。母亲，没事儿。太后娘娘，臣女平日喜爱诗文，今日特作诗一首，献与太后。诗文？臣女善琴艺，愿为太后献一曲。还记得我平日里是怎么教你的吗？不要在意别人的目光，要相信你自己。去吧。臣女苏清然给太后娘娘请安。相貌清雅，端庄得体，倒是不错。你准备给哀家表演什么才艺？太后娘娘，可否借您的宝剑一用？大胆！大胆！这剑是靖王殿下赠的，娘娘平时珍爱有加，怎能随意？无妨。想不到你一个闺阁女子，竟习舞刀弄剑，倒是与靖王志趣相投。取剑给他。多谢太后娘娘。本王早已说过，没找到心仪的女子之前，绝不婚配。母后又何必逼我呢？殿下，太后也是一番苦心，您这都3年了，硬要找个人，只怕是……不错。辛苦了，真好看。是他，本王终于找到他了。本王终于找到他了。奕晨，
望海湖中岁月，岁月缱绻之间。参见母后。这些都是京中的名门闺秀，可有看上的？母后，儿臣已经找到心爱之人了。依晨，你这是诓哀家，找了整整3年，一点音讯都没有的人，怎会突然出现？母后老了，只盼你早日成婚，给哀家生个乖孙。母后，儿臣真的已经找到心仪之人了，就在殿中。当真？快告诉哀家，他是谁？靖王果真是天人之子，也不知今日宴会他看中了哪家女子。听说靖王早已有心仪之人，只怕是谁都没入他眼。清然，你觉得靖王如何？先回府，走。侯夫人，侯夫人，侯夫人，太后娘娘有请。难道靖王看中的是永安侯府的千金？不会是这个庶女吧？庶女哪有资格成为靖王妃？太后就算要赐婚，也只可能是侯府的嫡女。说的没错。你不必等我，先回府吧。侯夫人，跟我走吧。太后娘娘，侯夫人，听闻你家庶女与靖王有救命之恩，靖王有意娶苏清然为靖王妃。太后娘娘，清然平时研习医书，确实用医术救过不少人，竟不知还救过靖王殿下。她颈间有一枚梅花印，是本王一直要找的人。清然颈间确有此胎记，只是清然只是庶女，靖王殿下当真要让她当靖王妃？本王不在意嫡庶，只是认定了她，此生便非她不娶。这靖王一片痴心，倒是良配。清然虽是庶女，但端庄得体，不输嫡女风范。既然一臣喜欢，那哀家便做主，封清然为清河郡主，再赐他2人成婚。侯夫人，你看如何？谢太后娘娘。多谢母后。这一世也算为清然寻了门好亲事。苏云烟想让我为她请旨赐婚，她根本不配。接下来该好好为清然准备嫁妆。祖母啊，他们怎么还没回来啊？老夫人，老夫人，小姐，打听到了，太后为靖王赐婚咱们永安侯府。哎呀，祖母，妍儿，你看，祖母没骗你吧？你和靖王的婚事定下来了。太好了，我马上就要成为靖王妃了，恭喜小姐，不，恭喜靖王妃。哎呀，苏清然，你一个庶女，谁让你穿成这样的？自然是母亲为我打扮的。今日母亲带我入宫。入宫？你以为皇宫圣地是什么地方？岂是你这个卑贱庶女能随意踏足的？母亲今日入宫是为我请旨赐婚，我看你偷偷溜进宫中，是想攀附宫中贵人吧？否则为何一个人回来？无非就是怕被母亲撞见，行迹败露。姐姐，我是正大光明跟母亲一起进宫的，你自己不去，怎么又来冤枉我？还敢狡辩！告诉我，太后已经为我和靖王赐婚，我马上就是靖王妃了。而你，庶女终究是庶女，这辈子只配被我踩在脚下。若是你想往上爬，就别怪我一脚碾死你。妍儿说的没错，贱蹄子，你好老实点。请问哪位是贵府的苏清然小姐啊？是我。
苏小姐，我乃珍宝阁的掌柜，这些乃是我珍宝阁最珍贵的珍品，侯夫人特意吩咐我们把它给您送来，做陪嫁之用。这些是母亲给我的。哎，是。干什么？掌柜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她一个卑贱庶女，又无婚约在身，哪配得上这么贵重的嫁妆？再说了，和靖王有婚约的人是我，就算母亲要准备嫁妆，那也是给我准备的呀。可是侯夫人说，这些嫁妆本来就是给清然姑娘的陪嫁，简直是胡闹！宋氏怎会为她准备嫁妆？苏清然，你自己说，这些东西你配吗？我虽然是庶女，但母亲现在对我很好。掌柜既然说是母亲让她带来的，那肯定不会有错的。区区庶女也配跟我堂堂嫡女相比？再说了，我马上就是靖王妃了，这些东西自然是母亲给我的。来人，把这些东西送到我房间去。住手！母亲，这是我给清然准备的嫁妆，我看谁敢动！什么？先把东西拿下去。是夫人。母亲，我才是要嫁给靖王的人，我才是靖王妃。你给她一个庶女准备嫁妆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没搞错，东西就是给清然的，而且谁说靖王妃是你？你宋氏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太后为嫣儿与靖王赐婚，这懿旨可是你亲自求来的。我是向太后请旨赐婚，但你们看清楚，太后赐婚的人是谁？苏清然？怎么可能是苏清然？她一个庶女，凭什么嫁给靖王？宋氏，你好大胆呐！你明明答应求太后为嫣儿与靖王赐婚，怎么变成苏清然了？太后怎么会答应一个庶女做靖王妃的？我知道了，这懿旨肯定是伪造的。伪造懿旨？我这就入宫，请太后为嫣儿赐婚。太后有旨，太后有旨。母亲，伪造懿旨可是死罪，你还不快把这假懿旨扔了，可别拖累我们。嫣儿，别理他。宋氏，你自作孽不可活，现在真的懿旨来了，你就等死吧。嫣儿，我们快去接旨，这一定是太后为你和靖王赐婚的懿旨。公公，可是太后为靖王赐婚的懿旨？赐婚懿旨先前已经给侯夫人了，这道懿旨是册封郡主的。什么？册封郡主？永安侯府庶女苏清然，性情温良，品貌端庄，着即册封为清河郡主，钦此。清然接旨，谢太后娘娘。恭喜清河郡主，待加入靖王府，您就是靖王妃了。侯夫人，太后封清然小姐为郡主，又为其与靖王赐婚，侯府可谓双喜临门呐。多谢公公。如今清然是太后亲封的清河郡主，我看以后谁还敢质疑她的身份，说她不配嫁给靖王？你为了让她嫁给靖王，竟然能求得太后封她为郡主，她只是个庶女，我才是后府嫡女，为什么你不能求太后为我赐婚？帮你，绝无可能！亲女儿都如你，为你付出再多，最后还不是死在你这白眼狼手中？这辈子我绝不会再犯错。清然，我们走。母亲，凭什么？我才是他亲女儿，他凭什么这么对我？明明知道我喜欢靖王，还让苏清然那个庶女跟我抢靖王妃之位，我恨他！嫣儿，我看如今这宋氏啊，心中只有那庶女，太后
赐婚一纸以下，事情已成定局了。不行，我此生非靖王不嫁，靖王妃之位必须是我的。祖母，母亲已经偏袒了苏清然，你可一定要帮我。这……祖母，你看，这是我从母亲私库里拿来的，我还等着你给我操持嫁妆呢。祖母当然会帮你，也只有嫣儿你呀，才有资格当靖王妃。苏清然那个卑贱庶女，妄想飞上枝头变凤凰，简直可笑。趁苏清然还未嫁入靖王府，我要让她做不成靖王妃。祖母，你有什么办法了？太好了，这样一来，苏清然，我要看她怎么嫁给靖王，最后嫁给靖王，还是我。嫣儿，你就等着风风光光的嫁给靖王吧。一会儿你去把清然叫来，与我一同用早膳。是。夫人，不好了，门外来了一个书生，说与清然小姐私定终身，可以来娶清然小姐。哼！庶女就是庶女，竟如此不知廉耻！你这四书五经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！母亲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宋氏，你护着的好女儿，现在外面传得沸沸扬扬，她苏清然与一个叫沈一涵的书生私会，还私定终身，人家都上门提亲了。若不是我把她引往偏房，我侯府的脸面都被她败光了。没有，祖母，清然清清白白，不曾见过那人。母亲，清然与靖王刚定下婚约，此事颇为蹊跷，定是有人故意陷害。此事不仅关乎清然的清白，更关乎着我侯府和皇家的颜面，定要查清楚再说。要查，我已找人对比过了，就是他苏清然的笔迹。身为侯府千金，与人私相授受，写些淫词艳语，简直不堪入目。这种事情的确是清然的字迹，不过字迹是可以仿造的。母亲，你不会又要偏袒苏清然吧？你特意为他求得太后赐婚，他却不知好歹，与万男私通，此事若传入太后耳中，只怕要牵连我们整个侯府啊！依我看，不如在事情没有闹大之前，就直接将他赐死，到时候太后问起来，也好有个交代啊。母亲，是不是清然写的？可清然不想连累侯府，若能以死争清白，清然愿意死。说的好听，那你怎么不去死啊？苏清然，敢跟我抢靖王，我要你死！看来是苏云烟设的局，为了争抢靖王妃之位，他竟如此歹毒。也是，前世他不惜弑母，又有什么事做不出来？起来，此事与你无关。母亲，你为何如此偏袒他？宋氏，难道你要为这个不知廉耻的庶女连累我整个侯府吗？母亲，您若是不想牵连侯府，就不该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指责清然与人私通。不过也好，有这么多人在，正好还清然一个清白。他若是真的清白，沈家又怎会亲自上门提亲？来人，把人带上来！我倒想看看，到底是谁敢在我侯府闹事。岳母大人，我与清然两情相悦，今日如约前来提亲。这侯府的庶女真是不检点，竟然与人私定终身。听说啊，太后才为她与靖王赐婚。庶女也配嫁给靖王？如今这副样子，恐怕做不成靖王妃了。谁是你岳母大人？不怪你，你说你与清然两情相悦，你可有证据？我与清然常以诗信互诉情谊，字迹可以伪造，那些不堪入目的东西就不必提了。你若拿不出切实的证据，我就将你押送官府。
治你一个污蔑之罪。岳母大人，请看，这是清然赠予我的定情信物。这的确是清然的镯子。清然，你我早就私定终生，立下山盟海誓。莫非你如今攀上了晋王府，便嫌弃我家境贫寒，想毁约，所以才不肯与我相认？你胡说，我根本不认识你。母亲，你想让苏清然当晋王妃，我偏要让她只能嫁穷书生。镯子虽是清然的，但在几日前便遗失了。我正派人去寻找，没想到你今日主动送上门来。原来这个镯子是你偷的。不，这明明是苏清然给我的。大胆！这镯子是我送给清然的吉吉礼，乃是太后所赐。清然怎么会将御赐之物送给他人？你若不从实招来，我定将你送到官府，让他们查清楚这镯子你到底是从何而来。这竟然是御赐之物，难道真是故意陷害？沈公子还不肯说，若此事闹到太后面前，轻则赐你一人死罪，重则你满门抄斩。你可要考虑清楚。夫人饶命，是他指使我的。是丫鬟小桃，是她把镯子给我，让我向清然提婚的。夫人明鉴，奴婢不知那是御赐之物呀！好大胆的奴才！你竟敢窃取主子的贴身之物赠与外男，又伪造自己栽赃陷害，毁我侯府千金的清白，你罪该万死！夫人饶命！夫人饶命啊！你一个丫鬟，想必也没有这个胆量做这种事。若你不想死，那就从实招来，到底是何人之事？是云烨小姐，她让奴婢偷走清然小姐的镯子送给沈公子。小桃，你胡说什么？母亲，是这个丫鬟污蔑我，天儿从来没做过这种事啊！云烨乃我侯府嫡女，你说她指使你，可有证据？云烨小姐给的100两，奴婢还没来得及还，还有这只珠钗，这的确是云烟的东西。嫣儿，果然是你！母亲，我做这些事情都是为了侯府名声啊！她苏清然区区一个侯府庶女，怎配嫁给晋王？这沈玉荷虽然出身寒门，但年纪轻轻却是秀才，他们两个是绝配啊！母亲，我求你把苏清然嫁给沈玉荷，把我嫁给晋王，毕竟我才是你的亲生女儿啊！我没你这个愚蠢又恶毒的女儿！今日若不是我查清楚此事，清然的清白和我侯府的百年声誉，皆要毁在你这个蠢货手里！来人，给我把他拖去贵祠堂！我先处置了这2人，再来好好收拾你。母亲，我不服！她一个庶女，凭什么嫁给晋王？我才应该是晋王妃！拖下去！宋氏，你们2人，一个偷窃御赐之物，一个伪造自己栽赃陷害，我该如何处置你们2人才好？夫人，小人知错了，还请夫人高抬贵手。夫人饶命，奴婢以后再也不敢了，求夫人饶奴婢一条贱命吧。你2人串通毁我侯府千金的清白，本不该轻饶，但念在你们2人已知错，那我就给你们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。多谢夫人，多谢夫人，只要您肯饶我们一命，让我做什么都愿意。是吗？那就跟我进来吧。就是这样，我干什么？我干！怎么，夫人刚才吩咐的，你们忘了吗？我沈一涵，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你还知道自己是癞蛤蟆呀？污蔑苏清然小姐的清白，我枉为读书人，我罪该万死。就是枉为读书人，就是啊！还有你，我侯府丫鬟小桃勾结外男，偷窃清然小姐财物，栽赃陷害主子，我不忠不义，死有余辜。就不忠不义，死有余辜，这东西蠢货！小姐对你那么好，带他们沿京城转3圈，别忘了边走边喊。还不带走？是，走。下一趟真的有人同时要这样。
如此一来，京中无人再敢非议，你也可以安心了。多谢母亲。今日你也受到惊吓，先回去歇歇吧。现在该去收拾那个罪魁祸首了。母亲，听说你已经放了小桃和沈月寒，那我就不用再回祠堂了吧？回去。母亲，你都已经让我跪4个时辰了，你还要干什么？苏家列祖列宗在上，苏家不孝子孙苏云烟激动成性，构陷庶妹，诋毁我侯府清誉。今日我宋之行使主母之权，以家法管教子女，匡正其品性。母亲，你若是敢打我，以后就不要再让我叫你母亲。那甚好。心机歹毒，忘恩负义，满脑子都是儿女私情，不分是非，狼心狗肺。我恨不得从未受过你这个不孝女。今日我便当着列祖列宗和你父亲的灵位，打死你这个不孝女！哎呀，快住手！宋氏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妍儿是我侯府嫡女，你这是要她的命吗？母亲，苏云烟的所作所为死不足惜，我如今只是以家法管教她一番，你便出手阻拦，莫非今日之事你也有份？你休要胡言！既然没有，那便让开。往日苏云烟陷害清然，唆使下人对其肆意欺辱，清然的身上不知有多少的伤痕。今日我便要让他苏云烟移防回来。宗哥，快救我！行，哎呀，苏氏，你打也打过，骂也骂过，这里是苏氏祠堂，容不得你张狂放肆。母亲，我身为侯府主，管教子女乃我分内之事。您若真疼爱苏云烟，应当约束好她的言行，而不该放纵她一错再错。即日起，你在侯府禁足，不得随意外出。哼！嫣儿，没事吧？快起来！哎呀，你母亲下手真的太重了。她不是我母亲。苏母，侯府若是有你掌家，是不是就没有人阻止我嫁给靖王了？那是当然，我若是掌家，肯定想方设法，也要帮你当靖王妃呀，还要给你准备最隆重的嫁妆，让你风光大嫁。只是可惜，你母亲把这司库、侯府的掌家权都在她手上，若是能把她的司库拿过来，区区一个司库，祖母想要，我给你拿。母亲，你让苏清然那个庶女跟我抢靖王，我一定会让你后悔的。靖王不日便要登门下聘，你的嫁妆也该准备起来了。你在母亲的司库看看，挑些自己称意的，剩下的母亲再给你置办。母亲，清然只是庶女，这些都是您的珍藏，不用给。哎，自古以来，嫁妆就是女人最大的底气。你虽是庶女，但却是太后亲封的清河郡主，要嫁的更是万人敬仰的靖王殿下。母亲自然不能让你被人小瞧了去。选吧。清然小姐，夫人的一番心意，你就尽管挑吧。奇怪，怎么感觉少了些东西？我记得这里放着一盒南洋珍珠。银钱的账目也不对，难道是有人来过这里？来人呐！
夫人，司库一直是你在看守，我问你这里可有人来过？除您之外，哦，对了，今天早上云烟小姐来过。苏云烟，我并未克扣她的吃穿用度，她拿这些做什么？难道是给了别人？红玉，这几日你给我盯着苏云烟的一举一动。是。夫人，您猜的不错，的确是云烟小姐动了您的私库，只是她把东西都给了老夫人。婆母，自我执掌侯府以来，从未克扣过她的银两。还查到什么？老夫人拿了东西，转头便差人送去了江府。江家，江府是老夫人的娘家，这些年仗着有婆母撑腰，他们可没少吸我们侯府的血，是该治一治。红玉，你去找几名家丁。夫人，我们这是去捉贼。这一批款式不错，我都很喜欢，全部装起来吧。江夫人，这批珠宝价值不菲，要不你今天先把账结了吧？还有之前也是赊账，我们这家店铺啊，虽然挂在侯府名下，但是侯夫人啊对账目管理极其严格，要是查账，恐怕我等担待不起呀。你这掌柜是新来的吧？难道不知我们江府与侯府亲如一家？你们老夫人是我们老爷的亲戚，就是你们侯夫人来了，见到我们夫人，也得恭敬的喊一声舅母。侯府名下所有铺面，凡是我们夫人看上的东西，谁家敢问我们要钱？可是这不必跟着不长眼的多费唇舌。明日我去侯府，让宋氏好好的管教他们。不必等到明日。外甥媳妇儿，你来的正好，舅母呀看中了你店里的东西，这掌柜的竟然不让我带走。夫人恕罪，小的确实是刚来没几天，不知道姨母跟夫人的关系如此亲近。你确实有错，我让你打理铺子，不是让你拦着客人买东西的。既然舅母中意这些，还不赶紧给她包起来啊？还不快去！是。多谢外甥媳妇儿。打包好了，送到府上。哎，舅母还没给银子呢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你说什么？我这开店做生意的，钱货两讫的道理，舅母难道不知？宋氏，我可是你的舅母啊！我夫君早死，这偌大的侯府，全靠我苦心经营铺面才得以维持。舅母既是我侯府的亲戚，不求你多帮衬，那也该体恤我们的难处。舅母也是要脸的人，总不能白拿我店里的东西，不是吗？外甥媳妇说的是，那这些就记账，改日我一并结清。不必改日，今日就结了吧。打账簿来。江夫人，除了今天这批，您在本店总共赊账8526两。哪有这么多？舅母，结账吧。宋氏，你真是好样。这下可以了吧？这是我司库失窃的银票。你说什么？这是我司库失窃的银票。你说什么？近日，我司库丢失了一笔珠宝和银票，而丢失的银票每一张上面都刻有我司库的印记。原来在舅母这里，银票上竟然做了印记。他婆母给我的时候也没跟我说呀。宋氏，你可别胡说，难不成你还想诬陷我偷你私货？捉贼拿赃，这银票是舅母拿出来的，你若不解释清楚，这可说不过去啊！我看你今日就是存心给我找茬，这钱我不要了，我们走，给我拿下！宋氏，我可是你舅母，你还要跟我动手不成？哼！三二人偷窃我司库财物，给我搜身！你走开，走开！还不快说，银票哪来的？滚开！这些都是婆母给的。婆母，将二人带回侯府，当场对质。走。那好，
姐呀，哪来这么多的银票啊？啊！哎呀，云烟那个蠢丫头，鬼迷心窍，非要嫁给靖王。我哄着她说给她置办嫁妆，她就乖乖的去偷她母亲的私库了。宋氏的私库有很多好东西的。放心，早晚都是我们的。弟弟呀，苏家这些啊都是外人，我们姐弟俩才是真正的一家人。姐姐说的对。母亲，哎呀，你怎么如此无礼？哼！把人带进来。啊！姐姐，父亲，你要为我做主啊！宋氏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他让人当街送我的身，害我尽失颜面。姐姐，你这儿媳妇简直太狡猾了，你要好好管管她。母亲，舅母偷到私库的银票被我当众发现。什么银票？周氏，是你舅母，你当众搜她的身，传出去像什么样子？我们侯府还要不要脸面？确实不太像话。舅母还说这个银票是您拿的，我顾及侯府颜面，不想把事情闹大，这才带他来跟您当面对质。简直胡闹！你私库里丢了银票，怀疑到自己婆母头上。宋氏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一个是婆母，一个是舅母，你居然质疑他们！信不信我现在就让我姐把你揪出侯府？我又没犯七出之条，拿什么羞？倒是你，私库失窃之事，若不查清楚，就把你们交给官府，让官府查办。你还想报官？这！好你个宋氏，居然把自己的婆母给气倒了！如此不孝的儿媳，现在就能把你休成侯府？没错，现在就把你休了。既然母亲身体不适，红玉去请大夫来。是。不必了。宋氏，为了一点银两，你想把侯府闹得天翻地覆不成吗？一点银两，母亲，私库失窃的一共是5万两银子，可不是小数目。母亲，您还没告诉我，这银两到底是不是您拿的呀？母亲不承认，看来这银两是舅舅和舅母拿的了。换我母亲因为你们是娘家人，平日对你们都有关照，你们竟然来我后府做贼来了！你快看下子！果然是你！果然是你！这是我的钱，这是！还敢狡辩！哎呀，把他们给我抓起来，押送官府！是。你们谁敢动？给我退回去！宋氏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母亲，我这是在抓贼，为侯府除害。你难道说您知道小偷另有其人？私库里的东西全都是我拿的，你威胁祖母做什么？终于把你逼出来。我是嫡女，将来侯府的一切都是我的，我不过是提前拿走属于我的东西，我有什么错？当然有，不问自取便是偷。更何况，我何时说过，我将来要将这侯府交给你？你就我一个女儿，除了我，你还能给谁？你不是说不认我这个母亲了吗？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偷你的私库吗？就是因为你什么都向着苏清然，你为他请封郡主，为他求太后赐婚，而你什么都不为我做，只有祖母为我筹谋，帮我置办嫁妆，所以我才把银两给了他。原来是他在暗中怂恿苏云烟，为你置办嫁妆。哼，他早已将这些银两给了他的娘家人了。不可能，自己看。祖母，你不是说要拿这些银子为我置办嫁妆吗？你为什么都给了他们？祖母，你在骗我！
苏沫，原来你让我偷母亲的私库，就是为了补贴你的娘家弟弟！你在骗我，你在利用我！苏云烟，先前你勾结外男，诋毁清然声誉，我已经给足了你教训，想不到你还是不知悔改。往日你诋毁清然，诬陷他偷盗，到头来真正行窃的人是你，还想做靖王妃，我看你连侯府的嫡女都不配当。我不配，我都说了，是你不愿意帮我，所以我才拿你私库的东西，要怪就只能怪你。宋氏本就是你偏宠苏清然那庶女，燕儿才做这些事的，你不能全怪她呀。母亲，怂恿云烟偷盗的不是您吗？苏云烟恶事做尽，留在府中始终是个祸害，应该趁早打发出去。我会尽快为你寻一门亲事。让我嫁人？不，除了靖王，我谁也不嫁。母亲，不如你让我给靖王做侧妃，做不了靖王妃，我做侧妃我也是可以的。侧妃？竟然还未出嫁，靖王是不会娶你当侧妃的。更何况你品德有失，极度成性，怎么配当靖王的妃子？我是你亲生女儿，你竟如此看不起我！我告诉你，这辈子我除了靖王，我谁也不嫁。这一世我定要绝了你家靖王的念想。红玉，你去京中打听一下适婚的男子，我要物色合适的人选。是，宋氏，你真的要给燕儿说亲啊？母亲，嫣儿的事就不劳您费心，您还是多操心一下你们自己的事吧。苏云烟从我私库偷走的5万两银子，既然是你交给了舅舅和舅母，那这笔钱就由你们3个一起来还。什么？你让我们还钱？不还也行，将他们2人抓去官府。是。将他们2人抓去官府。不行！姐，求求我，我不要见官，我要见官，我死也得折半条命啊！姐，姐姐，你可是他的婆母，这要是送官，我就和他和离。不行！姐呀，你一定要帮帮我姐呀！哎，都别说了，谁让我只有你这么一个弟弟？5万两银子，还你就是。夫君，太好了，我们不用去官府了，不用和离了。母亲对娘家人真是慷慨大方，可我一时半刻也拿不出这么多钱。不急，我怎么会催母亲还钱呢？那就7日为限吧。7日后，我亲自带人去江家拿钱。姐，就7日，咱们去哪儿弄5万两银票呢？哎呀，你担心这些干什么？姐姐在侯府那么多年，一定有自己的私库，是吧，姐姐？我有什么私库啊？这些年到手的银子全给你们了。姐，你凶他干嘛呀？你这不是，那现在咱怎么办嘛？要是到时候拿不出银子来，那个蛮横的宋氏肯定又抓我们去见官了嘛！我不想去官府。这件事儿交给我，不用你们操心。宋氏的私库暂时没法动了，想拿钱还得从嫣儿身上想办法。夫人，按照您的要求，与云云小姐相配的适婚男子都在这个名单上了。苏云烟性子刁蛮，普通男子治不住的，最好是武将出身，品性也要坚毅正直。他那边什么情况？云烟小姐为了拒绝您为她说亲，
昨夜和清晨都未进食。随他去吧，看他能熬到什么时候。啊，对了，还有2日，靖王就要上门提亲，这府中也该好好做准备了。你去仔细瞧着点儿，可别出现什么纰漏。是，去吧。苏月烟，你纵使再不想嫁，我也一定要把你嫁出去。都说了不吃，还送了干什么？嫣儿，祖母又想骗我去偷私库，送给舅公他们。该死的宋氏，逼我们把那5万两还回去。若不是手头实在拿不出钱，我才懒得哄着死丫头。嫣儿，你误会祖母了。祖母老了，力不从心，之所以把银子给你舅公他们，其实是委托他们帮你置办嫁妆呢。当真？祖母不会又是在诓我吧？当然不会啦。你看啊，上等的云锦就是你舅婆为你寻来的，打算啊给你做新婚嫁衣。嫣儿，祖母最疼的就是你。你母亲啊，分明是想离间我们祖孙俩，你千万不能信她。现在除了祖母，也没人会帮我。好吧，祖母，我相信你。母亲就是想让我孤立无援，趁机把我嫁出去。可是我喜欢靖王，除了靖王，我谁也不嫁。祖母，你答应过要帮我的，快帮我想想办法。你想嫁靖王还不简单啊！2日后靖王来侯府下聘，咱们有的是机会。无论用什么办法，我一定要成为靖王妃。今日是靖王和清然小姐纳征的日子，都打起精神来，动作麻利些，把它挂高一点儿，把那个弄整齐一点。夫人，都准备的差不多了。靖王到！晋王府萧逸尘携聘礼百担前来求娶侯府千金清然小姐。靖王为了娶一个庶女，竟备了这么隆重的聘礼。这些本该都是我的，祖母都安排好了吗？靖王殿下来的好早，清然还在梳妆呢，请随我先去前厅用茶吧。好。怎么如此莽撞？夫人恕罪，靖王恕罪。大喜的日子，何必与丫鬟计较？下人不懂事，弄湿了靖王殿下的衣服，实在不好意思。还不快带着靖王去换身干净的衣服？靖王殿下请。母亲，我去看看清然准备的怎么样了。祖母，快去吧，别让靖王等太久。宋氏啊，宋氏，等嫣儿和靖王生米煮成熟饭，你那庶女休想再嫁给靖王。母亲怎一个人在此啊？靖王呢？哎呦，我也在找他呀，他去换衣服，一去不回，不知道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？靖王身份尊贵，若是在侯府出事，那可不得了啊！红玉，把所有人都叫来，一起去找靖王。是啊，对，多叫些人来，见证的人越多，嫣儿和靖王的事儿就妥了。走。就是这里，听丫鬟说，靖王就在此消失了踪迹。
靖王殿下，嫣儿好喜欢你。这是嫣儿的闺中，难道靖王和嫣儿？母亲慎言，既然靖王殿下下聘九曲清然，怎会在嫣儿的房中？可别误了靖王的名声。或许靖王对嫣儿一片倾心，情难自禁，年轻人血气方刚，难免犯错。此事虽然有些荒唐，但事已至此，恐怕就只能嫁给靖王了。母亲怎么就确信这房里的人是靖王？依我看，应立即打开房门，看看究竟是谁敢青天白日在我侯府做出如此放浪形骸之事，我定饶不了他们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赶紧把门打开。宋氏你个蠢货，待会儿所有人都看到屋子里的景象，靖王便非娶嫣儿不可了。侯夫人，发生了何事？靖王，你怎会在此？母亲怎么见到靖王如此惊讶？难道是因为房中的人不是靖王？你胡说什么？我刚才是担心靖王，看见靖王安然无恙，我也就放心了。靖王竟不在嫣儿房中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母亲，我去看看清然准备的怎么样了。夫人不是去清然小姐那儿吗？绑起来，扔进柴房。靖王殿下，夫人，靖王殿下，我扶你去别处休息。没想到让你失策。既然靖王已经找到了，那就都没事了。大家都散了吧啊，散了吧！怎会无事？这声音如此不堪入耳，这里面还不知乱成什么样子。难道母亲就不想看看究竟是谁在我这侯府如此放浪？红玉，把门打开。是。不能打开！不能打开！母亲这是做什么？刚刚是母亲信誓旦旦的咬定这里面的人就是靖王，迫不及待的要开门，怎么现在反倒阻拦了？难道因为里面的人不是靖王，所以这门就开不得了？当然开不得，本以为嫣儿和靖王的好事成了，没想到靖王居然不在里面。现在不管屋内是谁，这门一开，嫣儿的名声就全毁了。宋氏，嫣儿可是咱们侯府的嫡女，一带这么多人，就不怕毁了嫣儿的清誉啊？母亲怎么就确定嫣儿一定在房中呢？万一她和靖王一样，都不在这房里，我看这房中啊，分明是一对不知死活的野鸳鸯。既然母亲不敢开门，那我来开。靖王，你不是靖王！光天化日，在我侯府嫡女的闺房中行如此苟且之事，到底是谁如此大胆？尊婆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靖王他……嫣儿一定是被人陷害了，你们看什么看？还不赶紧走！靖王殿下，今日这场好戏，可是少不了你。母亲，我是被人算计了的。是被人算计，还是算计别人不成自食恶果？是被人算计，还是算计别人不成自食恶果？母亲，你这是何意？哼，今日若在这房中的是靖王殿下，你还会如此？靖王殿下，宋氏，你不关心嫣儿的遭遇，扯靖王殿下做什么？这分明是贼人闯入嫣儿房中将她糟蹋，
到你口中却成了燕儿自找的了。你这母亲当的怎么这么狠心啊？母亲一贯如此，她心里眼里只有苏清然一个女儿，而我这个苏家嫡女又算什么？根本就不在乎我。如今我还不如死了算了。燕儿，千万不可！宋氏，你这是要逼死燕儿吗？侯夫人，这不妥当吗？靖王殿下不急，把人带进来。求夫人饶奴婢一命。把你是怎么算计靖王殿下的如实招来。是老夫人和云叶小姐让我将靖王殿下带到云叶小姐房间，再趁机往屋中放入令人神志不清的迷烟。你个狗奴才，竟敢污蔑本小姐！云叶小姐，是您说事成之后应当上靖王妃，就提拔我当您的贴身侍女。你给我闭嘴！怎么，现在不寻死了？莫非他早就知道我的计划？如今事情变成这样，都是他安排的。带下去。是。母亲，你好狠的心啊！你让这个丫鬟来污蔑我，还让她毁了我的清白，这一切一定都是你刻意安排的吧？什么？宋氏，你简直心如蛇蝎！这个就是你找的来陷害燕儿的淫贼，我倒要看看他到底是谁！怎么是你？怎么是你？姑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来替祖父寻那5万两银子的下落，我不知怎么走着走着就到这儿来了。赶紧把衣服穿好了。哼，原来是江家表侄。今日靖王登门提亲，你却和云烟在此处做出如此荒唐之事，我定饶不了你们两个！哎呀，冤枉啊，表姑！我今天一进房门，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头昏眼花。是燕儿表妹，她竟然主动宽衣解带，拉着我寻快活呢！你闭嘴！我喜欢的是靖王殿下，怎么可能会看上你？所以你们今日想算计是靖王殿下。靖王殿下，我是真心爱慕你的，我怎么可能会去算计你？请你相信我吧。本王不是傻子，你的所作所为真是辱没了永安侯府的百年清誉。我没有，靖王殿下，燕儿是真心爱慕你的，此生非你不嫁。求你让我当你的侧妃，只要你愿意娶我，我做什么都愿意。娶你？本王最瞧不上就是你这种手段肮脏的女子。本王心中只有清然一个人，此生也只会娶她当靖王妃，没有侧妃，更不会纳妾。看清楚了吧？靖王殿下对清然是情有独钟，你该死心。靖王殿下，您和清然先去正厅等候，我先收拾了这个不孝女，再去商谈您和清然的婚事。靖王殿下，靖王你别走！还想纠缠不休？我原本打算为你寻一门好的亲事，现如今你二人既已无媒苟合，那便嫁给他吧。不行，我是侯府嫡女，他是什么身份？他凭什么配得上我？我不嫁！不嫁？你若不嫁给你表哥，便剃了发去庙里当姑子，自己选。嫣儿表妹，你说你花容月貌的，做了姑子多可惜啊！你我生米已煮成熟饭，表哥我负责。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？竟然还敢选本小姐！我看你才痴心妄想呢！这身子已经脏了，说白了就残花败柳，
除了我，还有谁要你？你也想让靖王殿下娶你？做妾人家都不要。闭嘴！闭嘴！闭嘴！今天的事情都是因为你！闭嘴！还为嫣儿家靖王上药，不是让他跟浩南成亲，侯府和江家便是亲上加亲。先前那5万都不必还了，还能趁机让宋芝给嫣儿准备丰厚嫁妆，送到了弟弟家去。哎，嫣儿，别打了，要不就先按你母亲说的做吧。祖母，你放心，祖母一定会给你想办法的啊！好，母亲，你这下满意了吗？当然，我非常满意。只有把你嫁出去，我侯府才能安宁。你二人这情况就不必提亲了，尽快回去定个日子，来侯府迎亲吧。好的，表姑。小妹，等着表哥来娶你啊！淘气！你给我滚！安安分分的与你表哥成婚，若是再闹出什么幺蛾子，侯府绝不留你。母亲，今日表哥进我房间，这难道不是你安排的吗？问这话之前，你应该先考虑这件事儿对谁最有利。宋氏，讨厌你们！宋氏留步！宋氏，既然嫣儿和我侄孙的婚事已经定下，那江家欠的5万两银子就免了吧，反正都是一家人了。母亲是在说笑吧？就算成了亲家，这5万两也必须一文不差的还回来。宋氏，你说的什么话？一家人还计较这些银子？嫣儿贵为侯府嫡女，她嫁给我侄孙，你给她准备的嫁妆也不止这个数吧？这5万两，你就当是给嫣儿的陪嫁不成吗？母亲倒是提醒我了，那就按母亲说的，这5万两不用还，嫣儿的嫁妆就由母亲来准备吧。什么？你让我给她准备嫁妆？嫣儿从我私库拿钱，不就是为了让母亲替她置办嫁妆吗？这可是嫣儿亲口说的，母亲忘了？靖王殿下和清然还等着我商谈婚事，媳妇儿告辞。好你个宋氏，你给我等着！母亲，以后监要这些事儿交给下人去做便是。你和靖王已定下婚期，接下来该好好准备出嫁事宜了。可是清然舍不得离开母亲。好孩子，女大当婚，更何况靖王是你的良配，你们2人就是天作之合。清然也没有想到，当初救的人会是他。早些回去歇息吧，嫁妆母亲会为你准备的，一定会让你风风光光的嫁进靖王府。清然多谢母亲。清然和靖王的婚事算是尘埃落定了，苏云烟也同意嫁给江浩南。如今，我总算彻底改变了前世的命运。夫人，您看谁来了？夫人，徐统领，你不是在边关驻守吗？我们查到侯爷的消息了。我夫君当年战死沙场，尸骨无存，如今终于找到他的尸骨了。不，侯爷他没死。什么？他没死？是的，我们的探子在敌国的边陲小镇里找到了他，只是人已失忆，应该是当初那场战役中重伤所致。那他……我已经派人去接侯爷，5日便会到达。我提前一步，特来告诉夫人小姐。那太好了，我夫君还活着，他还活着。祖母，祖母，我不要嫁给浩南表哥。妍儿，
哎，那不是你爹以前的下属徐统领吗？他来做什么？徐统领老夫人。您这是？老夫人，事情是这样的。老夫人，云烟小姐，等侯爷归来，你们一家就可以团聚了。我先行告辞。徐统领，您慢走。父亲竟然还活着，他往日最疼爱的就是母亲了。他当初还为了他跟您闹翻脸。祖母，他这次回来肯定会应了母亲，让我嫁入江家。祖母，我不想嫁去江家。别急嘛，你父亲除了你母亲，不也疼你吗？况且徐统领刚才说了，他虽然活着，但失去了记忆。等他回京的时候，你呀一定要赶在宋氏之前见到你父亲。这是为何？因为这一次，我要把宋氏赶出侯府。夫人，侯爷回来了，终于回来了。走，我们去接侯爷。夫人，你慢点儿。夫人，你慢点儿。阿芝，我舍不得你和孩子，但北边蛮夷不除，百姓将永无安宁之日。等我回来，夫君，你一定要回来。你一定要回来！夫人，侯爷他以身殉国，回不来了。夫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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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慢点儿。王山，真的是你！前世我被苏永烟所害，临死都没有你的消息。想不到重合一世，我们竟还有重逢之日。哪怕追寻千年，也等你出现。王山，父亲。父亲，她就是母亲。父亲，等等我！他竟对我如此冷淡，他真的一点都不记得我了。夫人，您别多想了。侯爷昔日与您最是恩爱，如今只是因为失忆，等他恢复记忆，就算是失忆，也不会如此厌恶。定是有人跟他说了些什么。定是苏云烟在搞鬼。祖母，你让我抢先去接父亲，果然有用。趁着他失忆，我在他面前说了好多母亲的坏话。刚才他连个正眼都没给母亲。嫣儿，你做的不错，不过仅凭这样就想让他赶走你母亲还不够，得要让他彻底厌恶你母亲才行。祖母，那该怎么做？我都听您的。我知道了，他不让我嫁给晋府，那我就让他做不成侯府主母，到时候我想嫁给谁，他都管不着。没错，只要赶走宋氏，我就是侯府的女主人了。母亲，您今日亲手做了这么多饭菜，说不定父亲吃了以后就能想起曾经的恩爱了。但愿如此吧。母亲，燕儿给您送药来了。
这是我给母亲熬的药，还没到时辰，你怎么提前拿出来了？你这是做什么？母亲偏爱苏清然，不就是因为她伺候您烫药吗？我也可以。这药必须熬够4个时辰，否则有害无利。姐姐，快给我！松手。好啊，给你。苏有烟，母亲，不要打我，嫣儿只是想给你送药。母亲若是不喜欢，嫣儿以后再也不敢了。宋氏，你又在欺负嫣儿。嫣儿特意给你熬药送来，你就算偏宠庶女，也不该这么作践她呀！她可是你跟望山的亲女儿啊！望山，你看到了吗？你不在的这些年，她就是这么对待嫣儿的。我说你怎么会突然给我端药？原来是为了在你父亲面前演这出戏。宋氏，嫣儿一片孝心啊，你却说她演戏，难道你不爱着女儿，就可以这么对她，恶意揣测吗？母亲，苏云烟的脑子想不出这些招，是您教她的吧？趁夫君失忆，好让她误解我，心疼苏云烟。母亲说什么便是什么，嫣儿不敢反驳。嫣儿别怕，有祖母和你父亲在，今日定要给你讨个说法。望山，嫣儿是我看着长大的，一直乖巧懂事。可这个宋氏偏偏宠爱庶女，对嫣儿动辄打骂。望山啊，你是嫣儿的亲生父亲，一定要替孩子做主啊！好好治治宋氏这个毒妇。不是的，父亲，母亲不是他们说的那样。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竟然你个卑贱庶女，鸠占鹊巢，抢夺嫣儿的一切，连她和靖王的婚事都被你抢走。你相信他们说的话吗？为何看着他的眼睛，我竟不忍心怀疑？望山，我要你即刻休了这个宋氏。休妻？没错，宋氏这些年为非作歹，我已经对他是忍无可忍。今日你必须休了他。好啊，母亲，那你仔细说说，我这些年是做了什么，也让我听听，我究竟是错哪儿了？你把掌家权从我手中抢去，仗着自己是侯府主母，对待下人肆意打骂。我的陪嫁丫鬟刘嬷嬷、嫣儿的侍女小桃都被你迫害。当初侯府杜之为奸，是您主动提议让我来执掌钟馗，我拿我的嫁妆来打理铺面，这才让侯府的情况有所好转。至于刘嬷嬷和侍女小桃，他们一个以下犯上，对主子善有私刑，另一个吃里扒外，勾结外男，诋毁我侯府名声，难道我不该罚吗？宋氏，你休要强词夺理。我也不愿与您争执，不如把府上的下人们都叫来，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。那些下人受你压迫多年，怎么会说真话？望山，这宋氏最善狡辩，你千万不要信啊！你看，嫣儿的伤就是这个毒妇打的。这个毒妇偏宠庶女，这些年任由嫣儿受尽欺凌，嫣儿贵为嫡女，却在府中过得不如下人啊！祖母，不怪母亲，是嫣儿不懂讨母亲欢心，所以才惹得她生气。只是嫣儿难过，不能嫁给靖王。没错，嫣儿是侯府嫡女，和靖王本是一对儿。宋氏偏偏扶持庶女，抢了嫣儿的姻缘。竟然与靖王的婚约，乃是太后所赐，母亲可要慎言。那
那是因为你不肯为嫣儿请旨赐婚。王山，看到嫣儿被打成这样，你还犹豫什么呀？赶紧把这个毒妇休了，赶出侯府！苏云烟受尽欺凌，那青然身上的这些又是什么？苏青然只是小时候顽皮，爬树摔伤的，而嫣儿却是被你一鞭一鞭打出来的。你看嫣儿的手臂，一寸完好的肌肤都没有，你这偏心还不够明显吗？苏云烟品行不端，陷害庶妹，我对她施以家法，那是她该打。王山，你看到了吧？他虐打嫣儿还不知悔改，你赶紧把他休了呀！我不会休妻的。虽然我丢失了曾经的记忆，但我不是傻子。他身上的伤看似可怖，但却都是心伤。而青然这一道道伤痕，新旧叠加，分明是积年累月留下的。说谎的人是你们。爹，我没有说谎。你极力伪装乖巧，但你的每一句话都在控诉你的母亲不是好人，可见是别有用心的。不愧是我父亲，就算失忆，也和从前一样英明神武。上次打你，是因你不顾我侯府清誉，买通外男，诋毁青然与人私相授受。你的这些小把戏，给我收起来吧！母亲，无论您如何在望山面前编排，我都相信是非曲直，他自有论断。你，祖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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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父亲，快叫府医！青然，你同姨说，快看看怎么回事。祖母，祖母，滚开！我不要你碰祖母！祖母，祖母情况如何？老夫人脉象紊乱，是有中毒之状。我已经用银针为她暂缓症状，但是还需要尽快找出这毒药来源，才能对症下药啊。你刚才摸老夫人的脉象如何？并不紊乱，不似中毒。青然，你去一趟。中毒？侯府中谁敢毒害祖母呀？府爷，你可千万不要诊错了呀！侯爷，我行医20载，绝对不会错。老夫人这毒并非一朝一夕，她最近可曾长期服用过什么？长期服用？难道是这个？不错，就是这东西。这是我特意找名医为婆母调制的保元丹。府爷，你确定真是这个丹药让祖母中毒的吗？这丹药中含有川乌，此药微毒，长期服用可致人性命。老夫人刚才昏迷吐血，就是此药所致。母亲，你竟然敢毒害祖母！祖母，祖母！宋氏，你竟敢给我下毒，果真是蛇蝎心肠啊！母亲，毒害婆母可是杀头重罪。现在就给我定罪，太着急了吧？你还敢狡辩？王山，这个毒妇断不可留在府中，我要你立刻休了她，否则我就将她送交官府。事情还没有查清楚。知府大人到。
母亲，知府大人到了，你还不快认罪！听闻侯爷安然回京，下官特来拜会。知府大人，您来的正好，我祖母遭人毒害，险些丧命，还请知府大人主持公道。侯爷才刚回来，何人如此大胆，竟敢毒害老夫人？正是我的母亲宋氏。侯夫人，府医已经查明，祖母所中之毒，正是来自于母亲为她调制的保元丹。祖母原本看在婆媳份上，想放了她一马，岂料她竟然舍不得荣华富贵，拒不认错。是啊，他若肯拿着休书走人，我便不再追究，否则便请知府大人以律法严惩。百行孝为先，侯爷虽失意，但心中定然更看重老夫人。我若处置好宋氏毒害婆母一事，跟侯爷的关系也能更进一步。侯夫人，毒害伯母可是杀头的重罪，既然老夫人愿意高抬贵手，你何不自请下堂？毒又不是我下的，我为何要自请下堂？证据确凿，伪证而已。母亲，知府大人在此，你还不认错？宋氏，你果真不知悔改。知府大人，请将他立刻带走。既然如此，请侯夫人随本官走一趟。太后驾到！有哀家在，我看谁敢动侯夫人。总算来了，太后怎么会来？是苏清然。参见太后。你我亲家之间不必多礼。是太后娘娘。哀家听闻永安侯技艺全失，特意带太医来诊治，想不到侯老夫人竟然被人下毒，还是先给侯老夫人诊治吧。太后，府医已为祖母确诊，是服了母亲的丹药中毒的，就不劳烦高太医了吧？区府医怎能比得上我太医院之首的高太医？耽误了老夫人的病情事小，若是冤枉了侯夫人，就是罪该万死。不，老夫人不必紧张，是否中毒，下官一探便知。老夫人切莫担心。禀太后，老夫人脉象平稳，并无中毒征兆。没中毒？可祖母先前分明吐血昏倒，难道是府医刚才施针抑制住了祖母的毒性，所以才没确诊出来？保元丹婆母吃了许久都未曾出事，今日突然可醒，府医诊断是中毒已深。没想到高太医一来，这毒这就解了。老夫还从未见过用几根银针就能治好毒的神人，反倒听闻有种东西名为化血丸，食之无害，却能让人口吐鲜血。看来有人陷害侯夫人。看来有人要陷害侯夫人，是谁如此大胆？太后饶命！许寿刚才诊断失误，老夫人并未中毒，而是由于气急攻心，所以才导致吐血昏迷，是小人医术不精。老身先前确实动了怒气，现在感觉好了许多，应该不是中毒。你这庸医，连个脉象都看不准啊，要你何用？你这庸医，你知不知道差点闯下大祸？你这庸医，害我险些误会侯夫人，你可知罪？都是我的错啊！知府大人饶命，老夫人饶命，小姐饶命啊！一个庸医竟把你们耍得团团转。侯夫人，你看如何处置才好？
不如拖出去杖毙吧。夫人饶命啊！饶命啊！你若不想死，就从实招了。到底是受何人指使？是老夫人和云烟小姐。你们为了赶我出府，竟如此不择手段！你难道对靖王还没死心，以为把我赶出去，你就能嫁给靖王了？连自己的亲生母亲也算计，如此卑劣恶毒，竟妄想嫁我儿！我儿的靖王妃是清然这般心思纯净、善良的女子，你休要痴心妄想！哼，侯夫人，这是你们的家务事，哀家就先回去了。有劳太后。来人！夫人，把此人拖出去，杖毙！是。夫人饶命啊！夫人饶命啊！至于你们，夫君，你说该如何处理？夫君，你说该如何处置？那就罚母亲在房中关禁闭，苏云烟去跪祠堂，直到改过自新为止。这样如何？王山，我可是你母亲啊！父亲，我是你亲生女儿啊！你们算计她的时候，可曾想过她是你的母亲，是你的儿媳？都怪苏清然，是他把太后请来的。妍儿，靖王已经表明态度，太后也帮他们撑腰的。要不你就打消念头，嫁入江府吧。让我嫁给江浩南，他怎么配娶我？我那侄孙倒也没那么不堪。我不能嫁给靖王，我宁愿死，我也不要嫁给别人。云烟姑娘，夫人罚你跪祠堂，跟我走一趟吧。你算什么东西？凭什么指使本小姐？老夫人止步，夫人让你在房中禁足。我让你去请太医，怎么把太后也请来了？正好碰上了，是太后主动来的。等等，实在没想到他们竟如此行事。刚回京的时候，他们出城接我，说你是个恶毒苛刻之人，但你也并没有权限，不是吗？夫君，要不要一起用晚膳？不用。都是你以前爱吃的菜，也许能帮助你恢复记忆。那好吧。父亲、母亲，那清然先行告退。想不到此生还能这样与他坐在一起。夫人的厨艺，皇宫御厨也比不过呀。夫人辛苦了，多吃些。夫君，你尽哄我的厨艺哪能和御厨相比啊？是真心话，能娶夫人为妻，是我三生有幸啊。夫君，好，夫人来，尝尝这道西湖醋鱼，这是你以前最爱吃的菜。我想要学个本领，说约会某个曾经。这鱼，你可是想起来什么了？这鱼味道独特，是我在边关10余载不曾尝过的味道。夫君这些年流落在外，受苦了，喜欢就多吃点。来，爸，有生之年能与他重聚，已是万幸。恢复记忆这件事儿，还是慢慢来。这些是夫人特意为小姐准备的嫁妆，动作轻点，别磕碰坏了。是。司库里还有一些，把它们都搬出来吧。是。云烟小姐，您过了3日祠堂了，你以后别惹夫人生气了，就安心嫁给江少爷吧。
你敢教我做事？这么多嫁妆是给我的？您毕竟是夫人的亲女儿，侯府嫡女，这些是你应有的体面。可嫁给靖王是苏清然，本小姐倒是要去看看。到时候把东西都放到清河院里。是。清河院，那不是苏清然住的地方吗？这些是清然小姐的嫁妆，自然要放到她院里。她的嫁妆，那我的呢？云烟小姐，夫人并没有给你准备嫁妆。什么？这就是你的书房，这是你以前写的诗，你看看，可否有印象？10年生死两茫茫，不思量，自难忘。这是我写的。这些年你独自支撑侯府，一定很辛苦。夫人不好了，云烟小姐抢清然小姐的嫁妆，跟红玉打起来了。这个苏云烟真是不知死活！不可能，这些一定都是我的嫁妆。苏清然她一个庶女，她凭什么拥有这么好的嫁妆？而我一个嫡女，却什么都没有。这些都应该是我的。小姐，你快还给奴婢！小姐，你还给奴婢！你闭嘴！苏雨嫣，住手！夫人，云烟小姐她……那是我给清然准备的凤冠，拿过来。母亲，我到底还是不是你女儿？我嫁给江家表哥就算了，你连嫁妆都不给我准备。苏清然哪配得上这么华丽的凤冠？把凤冠给我！不是我的，那他也别想拥有。父亲，母亲连嫁妆都不给我准备，你给我评评理呀！你母亲这么做，自然有她的道理，而你身为嫡女，就不该抢庶妹的嫁妆。你也站在他那边，你们两个的心里就只有苏清然。你想要嫁妆是吧？把老夫人请过来。是。祖母，宋氏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母亲，请你过来，是想帮云烟问一问，你给她准备的嫁妆如何了？燕儿的嫁妆？对啊，我们之前说好了，那5万两银子不用还了，你拿来给她准备嫁妆呀。祖母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我的嫁妆呢？这，母亲不会什么都没有准备吧？哦，对了，母亲是把所有的银子都给了江家。什么？当初是你说要给我置办嫁妆，我才会把银子都给你的，你居然全都给了江家！燕儿，你别着急，你别着急啊！为了补贴娘家，竟然一直在骗我！燕儿，你听我解释，你听我解释，不是你想的那样子的啊！不是的，你个死婆子，去死吧！夫人，老夫人的血已经止住了，大夫说她摔得不轻，需卧床静养好几个月。让丫鬟婆子伺候吧。是。他祖母之前还护过他，没想到下手如此狠毒。苏云烟冷血自私，不管前世还是今生，这事一点都没变。没关系，反正她就快嫁出去了。夫人，云烟小姐还在为嫁妆的事情闹着，她说别的可以不要，但出嫁时的头面嫁衣必须符合她侯府嫡女的身份，否则就一直闹下去。那就按她意思办吧。您答应了。苏云烟的婚期和清然定在同一天，只要她在这之前安分守己就行。至于大婚之日，
他若想闹事，我绝不给他机会。小姐，您的凤冠和嫁衣怎么和清河院的一样啊？不该问的别问。将这盒胭脂放到苏清然的梳妆台上去。这银子是赏你的。好的，小姐，奴婢这就去办。就算所有人都不帮我，我也照样能嫁给靖王。准备的如何了？已经换好衣服，正要梳妆呢。不错，清然天生丽质，妆容不必太过艳丽。来，母亲为你梳妆。多谢母亲。你们先出去吧。是。怎么了，母亲？这胭脂有问题。今日大婚，你戴着面纱做什么？燕儿昨日得了风寒，不宜见风。不知妹妹为何今日也戴面纱？还不是那些下人粗心，给清然购置的胭脂里面竟然有桃花粉，清然对桃花过敏，脸上起了疹子，也不知道靖王见了会不会嫌弃。母亲多虑了。苏清然今日根本没机会嫁给靖王。今日侯府嫡庶儿女出嫁，怎么妆容打扮一模一样？是，大伙新郎官已经从信靖养王府迎亲队伍到。晋王府迎亲队伍到，江府迎亲队伍到。他也是倒霉。岳母大人，小婿萧逸尘前来迎娶侯府千金苏清然。你看这个是好样这人，家里啥给人吹嘴儿，没问题，这是大喜的日子，你看。这个蠢货，苏清然，他就留给你吧。小婿拜见岳母大人。岳母大人，你们去吧，
这穿的一模一样的，哪儿分得清啊？小心！嘿嘿，调皮。只要坐上靖王府的花轿，我就能顺利嫁给靖王。新娘已入轿，喜轿回府。我成功了，母亲。没想到我马上就要成为靖王妃了。奕晨、清然，希望你们琴瑟和鸣，白头偕老。女儿，拜别母亲。去吧。起轿！苏云烟，你以为可以冒充清然嫁给靖王，我又怎么能让你得逞？奕晨，岳母大人有何吩咐？你先等一下。清然，你怎么在这里？那刚轿子里的那位……奕晨，你的新娘子在这儿。浩南兄，今日一同结婚，属实有缘。这迎亲队就当我送你的贺礼了。哎，好，谢谢靖王。还不赶紧把你的新娘子带走！哎，是。起轿！苏云烟，希望你嫁去江家，安安分分，好好做人。新娘子到了。居然这么快就到靖王府了！等拜了堂，我就是名正言顺的靖王妃了。表妹，怎么还不出来呀？不是要表个抱你啊？不是你，怎么会是你？你江府，我明明上的是靖王府的花轿，怎么会把我送到江府？你要嫁的是我的宝贝孙子，不来江家，你要去哪儿啊？哎，快跟我洞房吧！我才不要跟你洞房，滚开！我要嫁的是靖王，我是不会跟你们进江家府的。抓住他！都嫁人了还想跑，拉进去！放开我！我要嫁的是靖王，为什么会是这样？为什么？如今苏云烟那祸害终于嫁了出去，竟然也顺利和靖王完婚。这偌大的侯府竟变得冷清起来。夫人，夫人，你快来看看侯爷吧！怎么醉成这样啊？婚宴上，侯爷的旧友说是要帮侯爷恢复记忆，就故意给他灌酒。先扶回房间吧。是。夫人，
夫人，我回来了。夫君，你记起来了。夫君，你记起来了。我回来了，来，接着喝。夫人，这侯爷是真喝醉了。带侯爷回房间吧。是。继续喝，我还要喝。王山，我一定要让你恢复记忆。不错呀，这关了3天，是老实多了。表妹，今天是你归宁的日子，我们走吧。滚开！哎，你死性不改，看我不教训你！他还要回侯府，打伤了脸，不好交代。死丫头，打伤了老夫人，害得她没办法给我们送银子，断了我们的财路。你要是再不听话，我就打死你信不信？赶紧跟浩南去侯府，记住啊，要跟你娘多要银子。左峰，放心，我一定跟着他把银子要回来。母亲，你可知我在江家过的什么日子？你害我这么惨，我一定要让你付出代价。这是我特意请高太医为你配的方子，可以帮助你恢复记忆。你感觉怎么样？这药效应该没那么快。是我太心急了。夫人，门外来了一辆马车。今日归宁，应该是清然和靖王来了。走，咱们去外面迎接。走。清然，看到不是苏清然，母亲好像很不高兴。确实不太高兴。你怎么回来了？大婚当日，我安排好了一切，是你毁了我的计划，让我没能嫁给靖王。你故意将婚期定在同一天，又定制一样的喜服和凤冠。我早就料到你另有打算。果然，大婚当日，你换了清然的胭脂，想让她的脸过敏，好跟你戴同样的面纱，而你则画上和清然相同的梅花印子，意图李代桃僵，让靖王结错亲。你果然都知道，那你为什么不一开始就揭穿我？哼！我若不将计就计，你又怎么会乖乖的嫁去江家？我只想嫁给我爱的人，要不是你从中作梗，我早就成为靖王妃了。你永远都不会是靖王妃！你胡说！他没有胡说。父亲，母亲，就算你混进晋王府，本王宁可悔婚，也会把你赶出去。本王这一辈子只爱清然一个人。苏云烟，你该认命了。认命？不，我不认命！你干什么？不是让你回来拿银子吗？拿什么银子？凭什么？凭什么我嫁进江家就是受尽折磨，而苏清然却能嫁给靖王独宠？总之，都怪你！去死吧！父亲，小心啊！王山，王山，父亲，快叫大夫来！快叫大夫来！父亲，来人啊！放开我！王山，我们好不容易才团聚，你一定
来前世的命运，死在苏云烟手里的人，却变成了你。苏云烟，你该死！再走！我什么都没做呀！苏云烟，这个疯女人把我害死了！皇上，你一定不要有事。夫人，侯爷尚未清醒，尚在救治。母亲，父亲吉人天相，一定会没事的。若王山有事，我定拿你命来偿还。就算父亲死了又怎么样？那也是替你死的，是你该死！我怎么会生下你这个畜生？从小到大，我到底哪里对不起你？你对得起我什么？你不肯为我向太后赐婚，却让苏清然这个卑贱庶女嫁给靖王。我身为嫡女，却只能嫁给江康南这种人，甚至连嫁妆都没有。这就是你对我的好吗？你的眼里难道只有这些吗？你8岁那年，因为贪玩掉进冰湖，被人救上后命悬一线。寒冬腊月，是我跪在御前整整3日，才求来了圣瑶将你救回，而我至此双膝落下病根，现在仍需每日按时服药，才能得以缓解。母亲，你12岁，如崇文馆被同窗欺负，即使对方家人的权力高于侯府之上，我仍旧亲自为你讨要说法，让人不再敢欺负你。甚至你诬陷清然，我哪一次不是站在了你那边？那又怎么样？这难道不是你作为母亲该做的吗？果然，你天生冷血，我竟还期望你能改过自新。岳母大人，您打算如何处置这2人？苏云烟先前重伤祖母，如今当众刺杀父母，将他2人送去官府。带走！我不去官府！苏云烟，以后我再也没有你这个女儿。夫人，侯爷醒过来了。皇上，阿芝，我不是带兵出征了吗？怎么回家了？母亲，父亲他好像恢复记忆了。你是清然？对。都长这么大了，那我们的嫣儿……阿芝，我想起来了，我都想起来了。你恢复记忆了？这是怎么回事？那匕首刺偏了2寸，没有伤及要害，侯爷反而因祸得福，恢复了记忆。太好了！快点，去！多谢官爷。祖母，还好你来得及时，再晚一点我就要被这个女的害死了。多谢祖母相救。救你？你害得我们江家还不够吗？还指望我救你？祖母，你这是……原本指望你回侯府拿银子回来，没想到你害得侯府和我们江家决裂。像你这样的女人，留着还有什么用？
已经把你卖到春香楼了，拿上休书去春香楼做一个下贱的妓子吧。祖母，表妹啊，我表哥呢？我时常照顾你。哟，调皮，祖母，小可爱，你给我等着！这什么情况？这手怎么了？是不是苏家的手怎么了呀？就是啊，这是怎么了？你们看他的手，哎呦我天，太吓人了！这也太恐怖了！这春香楼的女子染了脏病，怕是活不久了。我不想死，救救我！救救我！快跑啊！别被他给传染了！走，赶紧走，赶紧走！你们别走！求求你们救救我！谁来救救我？谁来救救我？夫人说的是，母亲，对，母亲一定会救我的。我要去找母亲。母亲，父亲，我是婴儿啊！母亲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不想死，求求你，求求你救救我！我曾经给过你机会，你没有珍惜，现在太晚了。母亲，走开！母亲，今日是您生辰，我和奕晨已经在家备好饭菜，咱们回家吧。是啊，岳丈岳母这边请。走吧。今日是他生辰，我怎么从来都不知道？母亲，母亲！